1979年，在日本新干线上，时任任天堂开发部长的横井军平紧盯着一名男子，久久没能回神。这名男子手持计算器，津津有味地玩着内置游戏。一个想法在横井脑中瞬时迸发：我要做一款掌机，并说服公司那帮卖纸牌的顽固老头。嗨，我是阿狸。前几天和家人吃饭的时候，我年仅6岁的小侄子送我一张优拉的明信片，并告诉我这是他的本命角色。我很好奇地问了一下他正在玩哪些游戏。聊完之后，我和我哥达成共识，想必对于新生代的玩家来说，最早接触到的可能并非是 PC 主机游戏，而是以手机为载体的移动游戏。当然，个人呢并不是歧视移动游戏，我很多的碎片时间也花在了手游上。今天呢，正好想和大家分享的是移动游戏的前世今生。在今年发售的《塞尔达传说：王国之泪》中，主角林克新增了一项特殊的能力——究极手。此技能可将物体自由组合，让玩家发挥创造力来制作各种载具，成为海拉鲁混世流氓。而在58年前，也有这么一只手影响了世界线变动率。任天堂被誉为电子游戏三巨头、现代电子游戏产业开创者，始于1889年由山内家族创立。最初经营的是生产骨牌，不过由于经营不善，一度濒临倒闭。直到上世纪60年代，时任任天堂3代目的山内溥偶然看到了一位设备维修工的不成熟发明，命运才得以改写。这个叫做横井军平的维修工，上班时把工具箱里的零件组合成用机械控制弹簧伸缩的装置，并将其命名为超级怪兽。令横井想不到的是，山内溥看到超级怪兽并未发出摸鱼警告，而是决定让超级怪兽成为圣诞节主打商品，且在1966年的圣诞节前后，超级怪兽的销量是140万个。横井最初来任天堂的原因仅是离家近，但命运却将他与山内产生了羁绊。随着超级怪兽的热卖，任天堂建立了游戏部门，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始。20世纪70年代，电子游戏在大洋彼岸流行了起来，这股浪潮自然也跨越了太平洋。就在山内毫无头绪的时候，命运再一次把横井推向了时代风口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今天的大多数的游戏手柄依旧保留了这个十字键，而十字键的创意就出自于横井。1980年4月28日，任天堂的第一代掌机 Game Watch 出炉，标志性的十字键设计，优秀的软件制作，使其销量出乎了所有人的想象，3年在全球销量了3200万台。后来有人问过横井理念时，他是这么说的：我们可以看到，似乎在横井时代就奠定了任天堂日后重玩法轻机能的基因，但此理念确实让老任尝到了不少甜头。比如搭载黑白屏的 Game Boy 一连击败了同期彩屏的雅达利、世嘉以及 NEC， 凭借一节5号电池30多小时的强续航，创造了 1.18 亿的销量神话。但成也枯萎，败也枯萎。在上世纪技术不成熟时，任天堂就贸然推出了 VR 游戏机 Virtual Boy。VB 翻车的原因在于头部的摇晃会导致图像显示紊乱，原本预计70万台，仅出货14万。2周之后，各大游戏机卖场以3折处理。年近67岁的山内溥在股民大会上弯着腰为造成的损失道歉。对于横井军平来说， VB 的失败始终是一个过不去的坎儿。在那段时间，也是任天堂新世纪前的低谷。家用主机战场上，耗费巨资研发的 N64 在与索尼 PS 的对决中一直处于下风。就连最引以为傲的游戏 IP 阵容，也因任天堂对第三方的霸道条款，让曾经在 FC 上开发《勇者斗恶龙》的 SE 带着《最终幻想七》这样的大作跑到了 PS 平台。1997年10月4日，横井军平死了。非常意外的车祸导致了这位传奇人物离开了人世。横井生前被人称之为十字键之父、Game Boy 之父、任天堂灵魂人物，但那一天，横井卸下了所有光芒。不过，用枯萎技术做思考的理念有了新的继任者。
一位是在大学时就非常热衷于电子游戏，喜欢研究昆虫的后辈田尻智，他给我们带来了宝可梦系列。另一位继任者则是横井昔日的好友兼弟子宫本茂，由此任天堂也迎来了红帽、绿帽时代。如果屏幕前的你和我一样属于97、98年间出生的人，对于 Game Watch、Game Boy 的记忆可能有点模糊了，但 PSP 呢？如果说用枯萎技术做思考的任天堂是一个极端，那么号称模拟地球的索尼就是另一个极端。2003年是任天堂压力最大的一年，索尼 PS 之父久多良木健带着 PSP 踏入掌机市场，可超频的 CPU、4.5 英寸的液晶屏，能直接播放 MP4 视频，无敌的续航，能连接无线 WiFi， 还他喵的能够照相。放在当时，没有任何一款掌机在硬件配置上能与之媲美。我始终忘不了小学班上土豪掏出 PSP 给我的冲击，也不可能忘记当年寄生前夜、猛汉王 P3 带来的次时代震撼。而在索尼的强势冲击下，新社长岩田聪脑海中又想起枯萎技术做思考，随后 NDS 发布，他没有在机能上和 PSP 死磕，而是支持触摸。从此一种新的交互模式诞生了，触摸游戏。就此，重机能和重体验的战争打响了。但随着半导体制成的飞速进步，无论是重体验还是重机能，都会遇到新晋的挑战对手。彼时地球的另一边，皮黄的显卡技术愈发成熟，开始布局扩大加速和 AI。刚收购 ATI 的 AMD 正在捣鼓 APU 进行融聚未来，老乔的智能手机正带领 ARM 架构异军崛起。而 PSP 和 NDS 的继任者决定了游戏掌机决赛权。2011年12月17日，索尼官宣 PSP 的继任者 PlayStation Vita 由原本的 MIPS 架构更改为了由索尼、东芝、IBM 共同开发的 A9。如果说03年买 PSP 还会在意多媒体功能，那11年买 PSV 可能就只为游戏了。但索尼明显错估了 PSV 平台的开发难度以及智能时代下移动设备的迭代速度，而 PSV 平台上糟糕的移植游戏体验、少得可怜的独占阵容，导致最终销量惨淡。在大洋的彼岸，龟仙人 Jim Kinner 加入苹果，研发出 A4、A5 芯片。此时的手机平台上不仅出现了诸多益智游戏，甚至还出现了高画质游戏，自此迎来了手游发展的黄金10年。并且吸走了一大票非硬核玩家。而在之后的10年中，索尼不仅放弃了掌机，甚至放弃了自研芯片，自家的主机开始拥抱高性能 X86 芯片。而 NDS 的继任者好在有丰富的游戏阵容，面对手游的冲击，还是依靠优秀的游戏品质存活了下来，并且蓄力积攒下时代移动游戏所需要的新生力量。面对轻度手游、硬核端游的强势冲击，留给掌机的路线就是如何做出差异化。如果说任天堂善用枯萎技术做思考发散，那么老黄曾经搞的 Tegra 移动芯片，个人认为真心能算枯萎产物了。虽然早些年间雷军为这款芯片站过台，小米雷虎，小米雷虎，小米，小米，小米。但事实上 Tegra 芯片就是让小米3成为火炉的一大原因。而没想到的是，任天堂的思考发散却让这款枸杞吕布的芯片成为了销量神话。2017年1月13日，任天堂 Switch 正式发布，掌机主机双模式，颠覆传统的体感设计，让其实现了手机、PC 传统主机上均无法实现的交互玩法。只需一个健身环配 NS， 我1个月能瘦10斤。球场没位置，来我家用 NS 打球吧。这种独特的交互玩法，让原本示威小众的游戏掌机逐步面向大众，并创造了1亿2953万台销量，成为新生代掌机中的坚固力量。但对硬核玩家来说， Switch 所用的芯片明显落后于时代，要不是独占和独特操作，真心受不了 720P 30帧。这个时代也迫切需要重性能的继任者。不可否认，现在高端游戏手机俨然成了性能派的一脉继任者。而今年出现的 Win 掌机也把 PC 主机平台上的3A 游戏搬到了移动端，并
并且拥有比游戏本更小的体积，不仅能运行电脑游戏，甚至能通过模拟器运行 Switch 独占游戏、主机游戏、手机游戏，实现真正移动形态下 all in 全平台，成为新生代掌机中性能派的另一脉继任者。而能实现这一切，要归功于那个女人。她在2017年重振 AMD， 推出 Zen 架构，挽回了其 CPU 性能不足的劣势，并将自家 GPU 技术进行融合。最终，我们得到了这样一颗融合 Zen 架构 CPU、RDNA 架构 GPU 的芯片。作为玩家，我时常会想，一款优秀的游戏到底应该是老任这一套玩法至上，还是阿索这一套画质技术至上？前几年我还很坚定，但现在我不可否认，优秀的游戏画面和技术力能给我们带来更强的沉浸感，这种沉浸感甚至快要成为游戏性中的重要一环。一些玩法和创意不错的游戏也会因为技术力的不足带来糟糕的体验。也许重玩法和重技术本不该对立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啦。我的下期视频是关于 Win 掌机和 Steam Deck 的设置优化，近期有购买 Win 掌机或者观望的小凯可以来看看哦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一键三连，最后祝您身体健康，再见。